现在你看到的这张黑白老照片是发生在1944年6月6日凌晨01时18分，法国诺曼底半岛圣梅尔埃格利斯以东的一片不知名农田中，美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兵团的一名士兵，正半跪在其腰身的灌木丛阴影里，手指死死扣在 M1 加兰德步枪的扳机护圈外，空气里充斥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那是航空燃油燃烧的焦糊味，被炮火翻起的潮湿泥土腥味，以及苹果花在高温下散发的奇异甜香。头顶上夜空被四处乱窜的夜光弹撕扯得支离破碎。几公里外，德军88毫米高射炮沉闷的轰鸣声不仅震动着耳膜，甚至连他脚下的土地都在随之颤抖。这名士兵刚刚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漫长且最混乱的几分钟。就在10分钟前，他乘坐的 C-47 空中列车运输机在进入科唐坦半岛上空时，遭到了德军防空火力网的毁灭性打击。为了躲避那些在机舱周围爆炸的黑色烟团，飞行员不得不进行剧烈的规避机动，并按下了跳伞的绿色信号灯。这比预定计划提前了整整15秒高度，也远低于安全的空投高度。当他重重地摔在这片坚硬的法国土地上时，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几乎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他迅速割断伞绳，翻滚进最近的一条排水沟里。等到心跳稍微平复，他才发现了一个足以让他脊背发凉的事实：他彻底迷路了。按照原本的战术简报，他的小队应该降落在代号为 C 的空投区，周围应该有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友以及接应他们的滑翔机部队。但现在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远处断断续续的机枪扫射声。他身上背着重达40公斤的装备，包括一支拆解的冲锋枪、几枚手雷、C4 炸药、口粮以及那套笨重的 T5 降落伞背带。但在这一刻，这些足以摧毁一个碉堡的火力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安全感。因为在诺曼底特有的博卡格地形，也就是那种由茂密树篱和土地构成的天然迷宫中，视野被压缩到了5公尺以内。在这片漆黑的灌木丛迷宫里，任何一个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名端着 MP40 冲锋枪的德国掷弹兵。就在这时，前面的树篱后面突然传来了一声树枝断裂的脆响，咔嚓！士兵的瞳孔瞬间收缩，他屏住呼吸，全身的肌肉紧绷得像一块石头。他慢慢地调转枪口，准星试图在黑暗中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那是战友，还是敌人，或者是某个惊慌失措的法国平民？在这个距离上，任何语言的询问都是自杀行为。如果他大声喊出当晚的口令闪电，而对面是德国人，那么回应他的将是一梭子子弹。如果他不说话，直接开枪，那么倒在血泊中的很可能是他朝夕相处的战友。这是一个死局。在这个充满杀机的夜晚，全副武装的精锐伞兵变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脆弱。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当晚空降在敌后的13100名美军伞兵共同面对的噩梦。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建制已经被彻底打乱，有些连队甚至散布在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指挥官麦克斯韦泰勒少将本人此刻也挂在几公里外的一棵树上，正在费力地试图割断伞绳。这位第101空降师的最高指挥官落地后，身边连一名参谋、一名通讯兵都没有。他后来在战报中自嘲地写道，那是他军事生涯中唯一的时刻。作为一师之长，手下却没有一兵一卒可供指挥。在那名士兵蹲伏的灌木丛中，汗水顺着他的钢盔边缘流进眼睛里，带来一阵刺痛。对面的黑影似乎动了一下，金属碰撞的声音再次传来，必须做出决断了。士兵没有扣动扳机，而是把左手慢慢伸进了作战服上衣的口袋里。他的手指触碰到了一个冰冷的小巧的黄铜物件，这个东西只有拇指大小，形状像一只被压扁的昆虫。这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定位仪，也不是精密通讯器，它看起来廉价的，就像是会在麦片盒子里附送的赠品。他深吸一口气，用大拇指用力按压了这个金属片，咔嗒，一声清脆尖锐甚至带着某种滑稽感的金属弹击声瞬间刺破了凝固的空气。这一声响亮得惊人，在寂静的夜里传得老远。士兵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这无疑是在暴露自己的位置。如果对面是德国人，这声奇怪的响动就是死刑宣判书。突然，对面的树篱后传来了回应，咔嗒咔嗒嗒，2声连续的急促的金属撞击声。
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士兵长出了一口气，那种甚至比肾上腺素消退还要强烈的虚脱感瞬间席卷全身。他立刻从排水沟里站起身来，对面的人影也从树丛中钻了出来。那是第502团的一名中士，两个来自不同建制的男人在黑暗中紧紧握了一下手，没有多余的寒暄，立刻开始警惕地观察四周。刚才救了他们一命的，正是那个被紧紧攥在手心里的金属片。在美国陆军的装备清单上，它被称为第470号发声装置，但在士兵们的口中，它有一个更通俗、更亲切的名字——蟋蟀。这看起来极其荒诞。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2栖登陆作战，盟军筹备了2年，动用了几千艘战舰、上万架飞机，花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研发各种尖端武器。从由坦克改装的扫雷车到能漂浮的人造港口，每一项都是工业文明的结晶。然而，在这个决定西方世界命运的最关键夜晚，在这个充满高科技杀戮机器的战场核心，维系这支美军最精锐空降部队生命的，竟然是一个原本设计给5岁小孩玩的、只值几美分的铁皮玩具。要理解那个金属玩具为何能决定生死，我们必须先回到1944年的春天，回到伦敦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地图室里，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和焦虑感，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点。当时盟军正在策划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赌博。按照计划，在海面登陆部队冲上海滩之前的几个小时，也就是6月6日的凌晨，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13000多名伞兵将作为先头部队空降在犹他海滩后方的内陆地区。他们的任务是夺取堤道、炸毁桥梁，瘫痪德军的交通枢纽，从而阻止德军装甲部队对滩头进行反扑。这听起来是一个完美的战术，但在那一沓沓厚重的作战计划书中，隐藏着一个让所有指挥官都夜不能寐的致命隐患，那就是混乱。空降作战本质上就是制造混乱，但这种混乱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根据情报部门的分析和之前的实战经验，美军高层非常清楚，在夜间进行大规模空降几乎不可能保持建制的完整。黑暗强劲的风力、德军猛烈的防空火力以及并不精准的导航技术，会导致运输机编队在最后一刻散开。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士兵将会像撒胡椒面一样，被零散地抛洒在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敌后区域。在那片危机四伏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到处都是树篱、沼泽和石头房子。当一名伞兵落地时，他可能孤身一人，也可能遇到了其他部队的陌生战友，当然更可能直接撞上了正在巡逻的德军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在那种极度紧张且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下，士兵的神经会紧绷到断裂的边缘，任何风吹草动，像是一只受惊的牛，一声树枝的断裂，甚至是一个影子的晃动，都可能引发条件反射式的开火。如果不解决敌我识别的问题，这支精锐的空降部队很可能会在还没看到德国人之前，就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殆尽。传统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口令。事实上，盟军确实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口令系统。在D-Day登陆后的最初24小时内，通用的口令是闪电，回令是雷鸣。这个口令的设计并非随意为之。情报官员认为，雷鸣这个单词中的发音对于讲德语的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模仿的，德国人很难发出那个咬舌音，但这只是实验室里的理论。但在真实的战场上，口令系统有着巨大的局限性。首先是距离问题，要喊出口令并听到对方的回令，双方的距离必须足够近，通常在10公尺以内。在这个距离上，如果对方是敌人，你喊出口令的那一瞬间，其实就是暴露了自己的方位，给了敌人先开枪的机会。试想一下，你在漆黑的夜里对着一个黑影大喊闪电，这简直就是在对所有的德军哨兵大喊：嘿，我在这里，快朝我开枪！其次是环境噪音。战场不是图书馆，那里充斥着爆炸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和枪炮声。在这种嘈杂的背景下，人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或扭曲。更糟糕的是，德国人是非常狡猾的对手。德军的一线部队中混杂着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甚至有专门的情报渗透小组。他们一旦俘虏了美军士兵或截获了无线电，很快就能搞清楚当晚的口令。如果一名德军士兵躲在暗处，用蹩脚的英语回应了一声含糊不清的雷鸣，美军士兵很可能会在放松警惕走上前的瞬间被击毙。第101空降师的指挥官
麦克斯韦泰勒少将意识到，他需要一种更直接、更独特且不依赖人类嗓音的识别手段。这需要一种声音，一种能穿透战场噪音的尖锐声音，一种不属于大自然的且明显带有机械特征的人造声音，一种能让士兵在不暴露具体位置的情况下，就在10几公尺外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声呐。最初军方考虑过哨子，但哨子的声音太大了，传播距离太远，容易招来远处的敌人。而且哨声在战场上通常用于冲锋或撤退的信号，容易造成指挥混乱。他们也考虑过某种电子蜂鸣器，但在那个晶体管还没发明的年代，任何电子设备都意味着沉重的电池和脆弱的线路，这对于需要轻装上阵的伞兵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负担。就在战术策划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位名叫麦克斯韦泰勒的副官在翻阅英国伯明翰一家玩具公司的产品目录时，目光停留在了一个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上。那是由埃格米公司生产的一种简单的金属弹片发生器。在战前的和平年代，这种东西是送给孩子们的廉价礼物，通常出现在糖果包装袋里，或者作为马戏团的小纪念品。它的结构简单到了极点，一块弯曲的弹簧钢片被铆接在一个黄铜底座上。当你用拇指按压钢片时，它会因为金属疲劳回弹而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声。当你松开手指，它复位时又会发出另一声咔嗒。这种声音短促有力，而且音频极高，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最重要的是，它听起来完全不像任何人类发出的声音，也不像枪栓声或脚步声，它就是一种纯粹的、毫无感情色彩的机械噪音。盟军的测试人员在英国的训练场上进行了模拟实验，他们发现，即便是在模拟炮火的背景噪音中，这种独特的金属撞击声也能清晰地传出几十公尺远，而且极难被模仿。除非你手里也有一个同样的金属片，否则任何人都无法用嘴巴或敲击石头来复制这种特定的频率。这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于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采购命令被下达了。在这个充斥着谢尔曼坦克、P-51野马战斗机和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庞大战争机器中，美军后勤部门突然开始疯狂地在英国各地搜刮这种本来属于游乐场的儿童玩具。由于时间紧迫，专门开模生产已经来不及了。军方直接找到了位于伯明翰的 J. Hudson Co 公司，也就是后来埃克米哨子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几家小型冲压厂，要求他们停下所有的其他订单，全力生产这种被称为第470号发声装置的金属片。只不过这一次，这些玩具不再是用来逗笑孩子的，它们被涂上了防反光的黑色或橄榄绿油漆，有些甚至被打上了美军的军用钢印。它们被赋予了一个严肃的战术代号——蟋蟀。在D-Day发起前的最后几天，这些刚刚下线还带着冲压机油味的金属片被成箱成箱地运到了第101空降师的集结营地。当那些全副武装、脸上涂着伪装油彩、眼神凶悍的伞兵们第一次拿到这个小玩意时，很多人的反应是困惑和不屑。长官，你是认真的吗？你要让我拿着这个去对付德国人的虎式坦克吗？但在随后的战前简报中，军官们用极其严肃的语气告诫每一个士兵，把这个像垃圾一样的金属片拴在你的脖子上，或者是放在你最顺手的口袋里。在落地后的头24小时里，它比你的手雷、比你的吗啡，甚至比你的圣经都要重要。这不仅是一个玩具，这是他们在黑暗地狱中唯一的灯塔。1944年6月6日凌晨，当第101空降师的伞兵们在法国上空的狂风中跳出机舱时，这枚被称为蟋蟀的金属片就挂在他们作战服最顺手的位置，通常是用来装 M1 加兰德步枪弹夹的胸前口袋，或者是系在头盔的下颚带上。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随意的决定，但美军指挥层为这个玩具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战术使用条例，甚至可以说是生与死的法则。这个法则简单而残酷，叫做一问双答。规则是这样的：当一名在黑暗中摸索的伞兵察觉到有人靠近时，他必须保持隐蔽，先按动一次手中的金属片，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这是询问信号，代表着你是谁。听到这个声音的人，如果也是友军，必须立刻连续按动2次金属片，发出咔嗒咔嗒2声，这是确认信号，代表着我是自己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不是按2下询问，按1下回答？
这是基于对人类心理学和战场环境的精密计算。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人的手指可能会因为颤抖而误触，或者树枝折断、石头撞击，都可能偶然产生类似的一声脆响。大自然中充满了这种单一的短促声音，但是连续2声有着特定节奏的机械感极强的金属撞击声，在自然界中是绝对不存在的，那是只有智慧生物利用工具才能发出的声音。所以，把双响作为确认信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误判率，给那个在黑暗中等待的人一颗定心丸。这套系统在理论上是天衣无缝的。然而，设计这套系统的美军参谋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工程学巧合，一个关于敌军武器构造的巧合。他们忘记了德军手中的主力步枪毛瑟 98K。毛瑟 98K 是2战德军最标志性的栓动步枪，以其精准和可靠闻名。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采用旋转后拉式枪击。当一名德国士兵在战斗中射完1发子弹，需要手动拉动枪栓退出弹壳，然后再推弹上膛。请注意这个动作的声音过程：枪栓向上旋转解锁，向后拉动抛壳，这会儿发出一声金属撞击的咔，紧接着枪栓向前推动，上膛向下旋转闭锁，这会儿发出第2声大。这一来一回的机械动作，如果由一名训练有素的老兵快速完成，整个过程只需要不到1秒钟。此时，枪击金属部件在撞击和摩擦中发出的声音，就是一声极其清脆的咔嗒咔嗒。你发现了吗？这个声音的频率、音色，甚至是节奏，与美军伞兵手中那个 AC 音密玩具发出的双响确认信号，在几公尺外的黑夜里听起来简直如出一辙。这个工程学上的恶作剧，在诺曼底的那个夜晚导致了真实的流血事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圣梅尔埃格利斯镇外围的一条灌木丛小径，时间大约是凌晨2点。一名落单的美军伞兵正趴在沟渠里，他的心脏剧烈跳动，手里紧紧攥着那枚黄铜蟋蟀。他听到了前方不远处有脚步声，那是厚重的军靴踩碎落叶的声音。黑影越来越近，这名伞兵按照训练条例没有说话，而是用拇指用力按了一下手中的玩具。咔嗒一声询问信号刺破了夜空。几公尺外，那个黑影立刻停了下来。大约过了2秒钟，黑暗中传来了回应，咔嗒咔嗒2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那是标准的确认信号。伞兵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了，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失散的战友，于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从隐蔽的沟渠中站起身，甚至可能还低声说了一句自己人。但他不知道的是，站在对面的并不是拿着玩具的战友，而是一名警觉的德军哨兵。那名德国人在听到第1声奇怪的响动后，本能的反应并不是回应，而是迅速拉动他的毛瑟步枪枪栓，推了1发子弹上膛，准备射击。正是那个拉枪栓的声音，咔嗒咔嗒，被美军伞兵误读为了友军的回令。下一秒，枪口焰照亮了彼此惊恐的脸，一声枪响，那名年轻的美国伞兵倒在了法国冰冷的泥土上，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只值几美分的玩具。这就是蟋蟀并不完美的一面。它虽然解决了大部分的识别问题，但也因为这个致命的巧合，成为了少数倒霉蛋的催命符。不过，如果我们将视角拉高，从整个战役的宏观层面来看，这种悲剧毕竟是少数。在那个混乱到连上帝都理不清头绪的夜晚，这个小小的金属片依然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就在那名伞兵倒下的同时，在几公里外的另一片田野上，截然不同的一幕正在上演。第101空降师506团一连的指挥官理查德·温特斯中尉落地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他失去了武器，失去了副官，孤身一人，但他没有慌乱。他开始在黑暗中有节奏地按动这只蟋蟀。起初，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但很快像是有某种传染力一样，远处的树丛里开始传来此起彼伏的咔嗒声。这声音就像是夏夜田野里真正的昆虫在求偶，一个接一个连成了一片。分散在各处的士兵们就像是被磁石吸引的铁屑，循着这个声音开始向中心靠拢。没有大喊大叫，没有暴露位置的口令声，一群互不相识、来自不同连队甚至不同师团的士兵，仅仅通过这个简单的声音信号，在完全静默的状态下完成了一次惊人的集结。一名中士后来回忆说，当他在绝望中听到那一声清脆的咔嗒回音时，那简直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美妙的音乐。它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意味着你背后有了依靠，
这只小小的金属蟋蟀在这个夜晚变成了一种超越语言的通用货币。它不仅区分了敌我，更重要的是，它在极度恐惧的心理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让秩序重新回到了这支被打散的部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零散的小股部队汇聚成了排，排汇聚成了连。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群虽然建制混乱、装备不全，但他们已经是一支拥有战斗力的军队了。他们开始朝着各自的目标——圣玛丽、杜蒙、卡朗唐运河以及犹他海滩的出口推进，而那个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蟋蟀，此刻正静静地躺在他们的口袋里，等待着下一个夜晚的降临，或者被作为胜利的纪念品带回家乡。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玩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卡昂公路争夺战中，这个小东西还将见证更加激烈的厮杀。随着1944年6月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艰难地穿透诺曼底的浓雾，战场的形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对于第101和第82空降师的幸存者来说，最黑暗的时刻虽然过去了，但最危险的时刻才刚刚开始。此时的战场不再是单兵的捉迷藏，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小规模遭遇战。法国诺曼底地区的这种地形被称为博卡格，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农民为了划分田地而修建的独特景观。每一块农田都被高出地面2-3公尺的土堤包围，土地上长满了盘根错节的灌木和古老的橡树。这些看似美丽的田园风光，在战争中变成了天然的防御工事。每一块田地都是一个封闭的堡垒，每一条树篱后面都可能藏着一挺正在待命的 MG42通用机枪。在这种视距被严重压缩到只有几十公尺的环境下，无线电通讯依然受到严重干扰，且大部分重型通讯设备都在空投中遗失了。此时，那个挂在伞兵脖子上的蟋蟀再次成为了维系生命的最后一条纽带。在通往卡朗唐镇的一条泥泞小路上，第506伞兵团的一支临时拼凑的小分队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带队的是一名刚刚在几小时前还是2等兵，现在却因为长官阵亡而被迫接管指挥权的年轻下士。他们的任务是肃清这一区域，打通从犹他海滩通往内陆的低道出口，以便稍后登陆的第4步兵师能够顺利展开。突然，前方拐角处的树丛剧烈晃动了一下，所有士兵立刻像受惊的猫一样散开，贴紧土地两侧。3支 M1 步枪和1支汤普森冲锋枪同时指向了那个拐角。早晨的雾气很大，只能隐约看到几个戴着钢盔的人影在晃动。那些钢盔的轮廓在雾气中看起来像极了德军的 M35 钢盔。那名年轻下士的手指搭在扳机上，手心里全是冷汗。在这个距离，如果是德军伏击，他们这几个人瞬间就会被打成筛子。他咽了一口唾沫，决定再赌一次那个玩具。他没有把蟋蟀拿出来，而是直接隔着作战服的布料，用大拇指用力按了下去。咔哒！因为隔着布料，这声响动比夜里听起来稍微沉闷了一些，但在清晨死寂的空气中依然清晰可辨。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对面的树丛里没有枪声，也没有德语的怒吼。紧接着，那个熟悉的带着金属质感的救赎之声传了过来，咔哒咔哒的。下士长出了一口气，那种感觉就像是死囚在最后一刻接到了特赦令。他站起身，挥了挥手，对面的德军也走了出来，那是第501团的一群麋鹿伞兵。他们同样以为自己撞上了德军巡逻队，如果不是这个价值15美分的铁皮片，这也就是几秒钟之后，这片无名的法国泥地上就会多出10几具被友军火力误杀的尸体。类似的场景在D-Day的清晨，在圣梅尔埃格利斯，在卡朗唐运河，在维耶维尔的每一条灌木丛小径上不断上演，成千上万次咔嗒声，就像是一种看不见的粘合剂，将这些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连队重新粘合在了一起。正是依靠这种原始而高效的识别手段，美军空降部队在那个混乱的早晨，奇迹般地完成了大约60%的兵力集结。虽然远未达到预定目标，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们形成一股可怕的战斗力，去冲击德军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然而，随着太阳完全升起，这只蟋蟀的使命也迅速走向了终结。当能见度恢复正常，当美军的装甲部队开始轰隆隆地开上低道，视觉识别重新成为了主流。更重要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那种尖锐的金属噪音不再是掩护，反而会变成招引狙击手的死亡信号。而且经过1夜的激战，德军也并不傻，他们很快就从阵亡美军的尸体上发现了这个奇怪的小东西，
并搞清楚了它的用途。情报显示，一些狡猾的德军狙击手开始利用缴获的蟋蟀设下陷阱，引诱寻找战友的美军伞兵上钩。于是，一道不成文的命令在士兵中间迅速传播开来：收起那些该死的玩具，现在是真刀真枪干仗的时候了。那些曾经被视若珍宝的金属片被士兵们塞进了背包的最底层，或者随手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在这个残酷的竞技场上，只有 M1 加兰德步枪和手雷才是硬通货。一个儿童玩具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但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它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那些造价昂贵的谢尔曼坦克。它不仅仅是一个敌我识别器，它是一种心理图腾。在那个每个人都感到被上帝抛弃的孤独夜晚，那一声清脆的咔嗒声代表着文明世界依然存在的秩序，代表着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直到几天后，当第101空降师撤回到休整区时，很多士兵才重新在口袋的角落里摸到了那个已经磨损掉漆的小东西。他们把玩着这枚黄铜片，回想起那个惊心动魄的登陆之夜，眼神复杂。有人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有人把它作为幸运符挂在了脖子上带回了美国，还有人把它送给了法国当地的孩子，换了一瓶劣质的苹果酒。随着诺曼底战役向内陆推进，大规模的机械化兵团作战取代了小分队的偷袭。蟋蟀彻底退出了战争舞台，它被淹没在了数百万吨钢铁洪流的巨大轰鸣声中，再也听不到了。直到几十年后，当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这场伟大的战役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不起眼的玩具竟然是整个霸王行动中最具性价比的单兵装备。随着霸王行动的推进，盟军的战线迅速向欧洲腹地延伸，那几万个在诺曼底登陆夜立下汗马功劳的金属蟋蟀，很快就从士兵们的装备清单中消失了。对于当时的美国陆军来说，这只是一次性消耗品，就像打空的弹壳或者吃完的 K 口粮罐头一样，没有任何保留价值。大部分蟋蟀被随意丢弃在法国的沟渠里、谷仓边，或者随着阵亡士兵的遗体一起被埋葬在异国他乡的泥土之下。只有极少数的一小部分作为那个疯狂夜晚的私人纪念品，被幸运的生还者带回了美国，然后扔进了阁楼积满灰尘的老皮箱里。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在70多年后的今天，当军事收藏家们在拍卖行里寻找二战文物时，他们会震惊地发现，这个当年造价不到15美分的铁皮玩具，如今的身价已经翻了几万倍。一枚品相完好、带有原厂包装和战损痕迹的真品 MU第470号蟋蟀，在收藏市场上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一把鲁格手枪或是一顶 M1 钢盔。它不再是一个玩具，它成为了一个图腾，它象征着那场战争中一种极其罕见的特质不对称的简洁。军事历史学家在复盘诺曼底战役时，往往沉迷于宏大的战略佯攻、复杂的密码破译，或者是谢尔曼坦克的产量数据。但这个小小的蟋蟀提醒我们，在战争最混沌、最基础的微观层面，在那个决定生死的零距离接触瞬间，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雷达或无线电，而是最原始的人类本能。ACME 蟋蟀的成功，实际上是给所有迷信高科技的现代军队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在21世纪的今天，特种部队士兵配备着单兵夜视仪、敌我识别红外频闪灯，甚至是加密的战术数据链。这些设备价值数百万美元，能让指挥官在地球的另一端看到战场的实时画面。但是，所有的高科技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的死穴，它们需要电池，它们需要信号，它们精密而脆弱。而那枚黄铜蟋蟀不需要电源，不怕水泡，不怕泥霾，摔不坏也干扰不了。只要你的手指还能动，它就能工作。它是对墨菲定律最有力的反击。它证明了在极度的混乱中，只有最简单的系统才是最可靠的系统。更有趣的是，这个小玩具还在战后的大众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62年，好莱坞史诗巨片《最长的一天》上映，在电影中，导演特意给了这个蟋蟀好几个特写镜头。虽然电影为了戏剧效果，让观众误以为那种咔嗒声在整个战役中都在使用，但他成功地将这个声音植入了几代人的记忆中。对于很多军事迷来说，那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就是诺曼底登陆的声音，其代表性甚至超过了 MG42 机枪的嘶步声。如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法国诺曼底的圣梅尔埃格利斯空降兵博物馆，你会看到，在那琳琅满目的展柜里，在那些锈迹斑斑的枪支和残破的降落伞旁边，静静地躺着一枚小小的不起眼的黄铜片。它没有杀伤力，
它不能发射子弹，也不能挡住弹片。但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在1944年6月6日那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夜晚，在几千名年轻士兵最绝望、最孤独的时刻，给了他们一种足以战胜黑暗的心理力量。他告诉他们：别怕，兄弟就在你身边。这或许就是战争史上最动人的悖论。为了摧毁纳粹德国那台精密恐怖的战争机器，自由世界掏出的最后一张底牌，竟然是一个给5岁孩子玩的铁皮玩具。这种在极端环境下迸发出的战术智慧，总是让人不得不感叹人类的创造力。如果你是当年的指挥官，你会选择相信这个15美分的玩具，还是会冒险使用口令？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的军事历史解密，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内容了。我是战争启示录，我们在下一个被历史尘封的档案袋里再见。